高人预测，不出20年，独生和二胎家庭的差距就看出来了。二胎政策虽早已全面开放，但仍有不少的父母还在犹豫是否生育二胎。虽然多生一个会带来一份快乐，但这也就意味着什么东西都要均等的准备2份，稍不留意就会一碗水端不平，2个孩子闹起矛盾来。而且生2个孩子，生活费用和教育资金都需要加倍，不少家庭都承受不住这笔不小的经济压力。不有高人预测，不出20年，独生和二胎家庭的差距就看出来了。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就知道怎么选择了。1、经济压力的差距。如果一个家庭只生1个孩子，父母会比较轻松，父母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小。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也越来越重视，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高占全家支出的 45%。由此可见，如今的家长是非常在意孩子读书的，愿意在这个方面花下大价钱。如果家中有2个孩子，教育资金就要占到全家支出的 90%， 不敢想象剩下的 10% 要负担一家4口的饮食、日常开销、路费，某些家庭还需要交房贷、交房租。之前由于疫情，各个行业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很多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在大量裁员，各行各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养1个孩子的压力就已经不小了，更何况是养2个孩子呢？虽然有些父母非常的喜欢孩子，也想再生一个给老大一丝陪伴，然而他们也必须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毕竟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解放初期，多生1个孩子并不仅仅是添一双筷子的事情。家长在维持日常生活的同时，还要支出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方方面面。多生1个孩子就意味着经济负担加重了，经济基础动摇了。所以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生第2个孩子确实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压力。其实在报补习班或兴趣班的时候，二胎家庭明显没有独生家庭那样自由分配。比如说一个小孩想学钢琴，独生家庭就这么1个孩子，所以毫不犹豫地支持孩子报名。在资源分配上，全部倾斜于独生子。二胎家庭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需要更加谨慎、思前顾后的。毕竟老大想学钢琴，老二要不要学呢？老二是想学钢琴还是学小提琴呢？如果学钢琴的话，2个人一块去学，是不是接送更方便呢？有的时候明明弟弟妹妹不愿意学钢琴，父母为了接送方便，就强迫他们跟哥哥姐姐们一块学。毕竟这显得很公平，哪怕孩子并不需要这种公平。除了公平性问题，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也深受挑战。毕竟现在的兴趣班每堂课的价格都不低，最主要的就是你不能只报1个兴趣班，还有英语、画画、演讲、跆拳道、游泳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不过也有人说，经济压力再大，当二胎真正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很多父母就会发现，在面对孩子天真无邪笑容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经济压力大，苦过去也就好了。毕竟孩子只要能健康成长，父母内心非常有成就感的，再苦再累也都值得。父母虽然辛苦，但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以相互支持和陪伴。所以对于某些特别希望生二胎的家庭来说，经济压力依旧存在，但是不会动摇他们要生二胎的心。2、父母养老的差距。二胎家庭最好的一点就是父母养老的时候，姐妹2人或姐弟兄妹2人可以平摊压力。之前有位网友半夜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字中充满了孤独和难过。他说，我是独生女，爸爸住院都是我1个人在照顾，白天要上班工作，晚上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经济压力让他喘不上气，身体压力也很巨大。然而最可怕的就是父亲1个人躺在手术台上，需要自己签字，而自己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虽然是女儿，但是她觉得自己也没有资格做出决定父亲生命的决定。然而除了自己，又有谁能替她做这个决定呢？所以这就是独生女的坏处，如果她有1个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的话，就有1个商量的人了，就不会在手术室外那么仓皇无措了。
独生子女未来将要面对的就是，当你的父母老去生病，你需要一个人面对这一切。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也是独生子女的话，那么两个人要面对4个老人。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说，自己作为第一批独生子女，尝到了没有兄弟姐妹的痛苦，尝到了父母渐渐老去，一旦身体不适，自己无法冲到前面去照顾的痛苦。网友说自己有一个朋友父亲生病瘫痪在床，朋友又是离异带娃，每天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父亲那边根本无暇顾及，母亲只能颤颤巍巍的强撑着身体照顾父亲，而自己只有在工作不忙，不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去看望父亲，但是也就是停留一会儿就走，根本起不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还有一个人则是父亲去世了，母亲生活不能自理，自己又拖家带口的，所以只能把母亲送到养老院，有空去探望，定期给汇钱。但是部分二胎家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压力肯定要比独生子女小一些，毕竟有商量的人。3、孩子心态的差距。独生子女和二胎家庭出来的孩子，心态上是存在一定差距的。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他们会享受更加优质的生活，教育成本也更好。毕竟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肯定是把所有的好资源都偏向于他，也会尽全力的培养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独生子女能够深切感受到父母的深厚爱意，会活在与兄弟姐妹的竞争当中，所以他们会拥有更为坚定的安全感，父母的爱不会被其他人分走，在稳定的爱护中茁壮成长。而对于二胎家庭来说，孩子的成长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父母永远无法把2碗水端平，很多父母总会把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的话挂在耳边，这样也会对老大带来不公平。有些老二仗着自己年纪小，成长过程中变得非常骄傲，而老大则有了心理阴影，而且老大和老二之间的竞争会持续到结婚生子，比如说两方的年龄差距不大，双方的孩子都在差不多时间出生的情况下，需要母亲带孩子，然而母亲年龄也不小了，无法在同样的时间内照顾2个或更多的孙子孙女，所以母亲肯定无法做到公平对待，那么带谁都会给另外一个人留下心理阴影，如果全带的话，还会影响额外负担，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如果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话，就完全没有这样的考虑，父母可以把所有的爱全都倾尽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此外，在独生子女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父母不需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孩子的教育上，还可以有其他多余的精力来打理自己的生活，并且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一些学习和自我提升。正是因为这种极特殊的生长环境下，独生子女也非常容易自私，只是因为他们在家庭中没有和兄弟姐妹相处过，缺少竞争和分享，老是以自我为中心。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独生子女都是自私的，很多独生子女的在父母的良好教育下，都非常会关心他人，会合作，会分享。此外，对于一些想要二胎的家庭来说，老大老二都年龄差不要太大，否则只会自讨苦吃。4、年龄差太大，普通人家不要考虑。有不少二胎家庭特别喜欢在老大上大学或上高中的时候选择生一个二胎，甚至还举明星姐弟相差20多岁的例子，觉得二胎年龄差太大并不是什么问题，正好老大不在家，自己也有时间照顾小弟。真相就是二胎年龄差如果太大，普通人家最好不要考虑生二胎，除非你们家真的有家产要继承。如果说二胎之间年龄差太大，那么年幼的孩子可能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和隔阂，他们之间的相处并不像兄弟姐妹，倒像是长辈与小辈。此外，二胎年龄差太大，也会使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尤其是经济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比如说父母已经退休了，但是二胎还在上学，那么二胎的学费很有可能会被年长的孩子承担起来，如果老大并不愿意接受，就会被扣下不愿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帽子。
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都会产生影响。欢乐颂5中方志恒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母亲生下妹妹之后就去世了，父母亲不作为，不仅要承担起家里的重担，还要照顾妹妹，而且此时他还没有结婚，相当于一个未婚女子就要被迫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但这又是他不得不承担的。结语，在未来20年，独生子女家庭和二胎家庭之间差距会渐渐显现，经济压力就是最显著的一个区分点。比如说，独生子女家庭在承担父母养老责任的时候，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而他们需要独自承担这一重任。相比之下，二胎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可以有效分担压力，从而使经济负担减轻，并且二胎家庭可能会感受到更为丰富的家庭氛围，并且相互陪伴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过，还是要看父母该如何选择。